好，我们接着来录这个轻轻又松松的钢四教程啊。上集的结尾，我们点完了荡平军阀这个国策，其中桂系和滇系并没有同意。这集我们就来讲一下校长前期如何刷经验。刷陆军经验这个操作应该是钢四基本功了，每个玩家都应该会啊。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会。尤其是想玩好校长的玩家，这个操作你必须得会啊，因为在校长的决议中有这个军队改革，我们前期要凑100的陆军经验去改革一下，不然我们部队的实力是大大削弱的。这个军队腐败的 debuff 我们需要通过好几次改革才能改掉，所以前期的陆军经验是急缺的。明白了刷经验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开始实际操作。接下来都是一些很细节的内容，大家一定要用心听。这边我们直接对桂系宣战，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是我们之前就已经画好的，并且我们的作战准备加成已经拉满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调慢一点，稍微走一下，看看它的具体效果。时间启动之后，我们部队会自动向前进攻。正常来说，我们只要等它慢慢的自动前进，就能完全占领桂系。但是这次我们需要刷经验，所以不能让它自动进攻。如果我们不想自动进攻的话，就需要通过鼠标框选来手动操作这些部队的走向。在我们手动操作部队走向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部队很难享受到这个作战准备加成给我们提供的 buff。 在这边我们就要讲一下本期视频的第一个细节操作，这也是钢四基本功之一。我们要在不自动进攻的情况下，同时享受到作战准备加成的 buff， 那就需要我们重新来画线了。直接删除掉这个集团军的线，然后我们鼠标左键选择集团军群，然后再点这个前线，点的时候一定要按住 Shift 键。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字啊，我们按住 Shift 加左键之后，我们这个战线就会变成这样细细的一条，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进攻线给它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解除师任务。我们把这24个师任务全部解除，这样的话我们部队就不会跟着这条进攻线向前进攻了。到这边可能很多人会好奇，我们既然不跟着线自动进攻，那我们画这条线的意义是什么啊？画这条线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部队能吃到作战计划值的增长。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部队站在这个战线旁边一格上面，我们部队就会慢慢的增长计划值。这样的话，我们在进攻的时候，部队的计划值并不会因为我们随意走动而消失。为什么教程里面把作战准备加成讲得这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地图上一些交战的气泡来看效果。点开气泡之后能看到我方部队和敌方部队的数值，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数值上面可以看到加成啊。单单是一个作战计划加成就给我们加了 38%， 比我们其他的 buff 都要多。它应该是我们加的最多的一个 buff 了，这个 buff 不吃的话非常的亏啊。看到这边大家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要把这一招当做基本功第一个来讲了。这个操作大家大概听明白之后，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刷陆军经验的战略部署。我们刷陆军经验不可能在这边和它干刷，我们同时也要做一些事。首先第一件事是占领这个桂系的2个胜利点，一个是南宁，一个是广州。我们可以点击这2个地块来查看这个胜利点的分数。在它的地名的左边可以看到这个胜利点它值10分，然后广州胜利点它值5分。点击屏幕上方的交战面板，然后把鼠标放到这个条这边，能看到双方的投降进度。桂系只要它的胜利点少于 20% 便会停止抵抗。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打进谈判阶段，就必须踩掉它的胜利点。在占领这些地区后，我们不仅能迫使对方投降，还能获得对面的工厂。
因为我们在开局是把这些地区视为核心地区的，所以只要占领这些地区，我们约等于收复故土，我们是能获得这些地区的全部资源、全部工厂的。所以快速拿下这些重要地区对我们有很大好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本期的第二个细节了，就是钢4的手动操作。手动操作是新手的一个必修课，你不会手操的话，那这个游戏等于白玩。这边我们就来讲一下钢4的迟滞和迂回。首先，什么是迟滞？就是我们的部队进攻对面的部队，让对面的部队无法移动。当一个部队遭受进攻时，它会进入战斗状态，这种情况下它是没办法移动的。如果这支部队它已经动弹不得了，那我们战线上其他部队就可以通过迂回包抄的方式把这些部队给它包掉。目前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些边境上的部队基本上都已经把敌军给迟滞住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面前没有敌军的部队进行迂回包抄了。这边框选一个部队，然后右键我们想要去的地块就可以。如果我们点击一个较远的地块，但是它移动的路线并不是我们满意的路线，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键，然后在右键单独的地块，这样的话我们部队就会按照我们右键的这些地块慢慢的走过去。在我们以多打少的情况下，迂回包抄是很重要的战术。如果我们想要包掉敌军前线这3个师，那我们只要右键走这3格就可以把他们包围在中间了。这次因为我们的战斗计划是快速夺下敌军的2个胜利点，所以包不包对面的部队不重要，我们直接右键去夺对面的广州，把周围一些部队全部安排好移动路线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等他走了。敌军前期的部队并不多，所以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各种方式往广州和南宁方向进攻。因为考虑到要把桂系的部队全部留下来刷经验，所以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桂系给打投降了。这时候我们得把这个桂林还有海口这2个点留给他。在攻打桂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还有一个这个滇系我们没有进攻。这边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向再拉24个师过来进行训练。这边取消这些部队的指令，然后画一条前线到滇系这边来。这些操作全部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时间开始流动了。为了增快我们刷经验的速度，我们可以在军事参谋这边再安排一个陆军部长。陆军部长能给我们每天加 0.3 的经验值，还是非常好的。安排好之后，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经验值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每日获得 0.3 了。然后再把时间启动。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在各自行动各自夺取重要地区，分工非常明确。当我们先头部队走到广州附近时，会出现我们第一个战斗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敌军有人守城怎么办？这个问题应该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前期最棘手的问题了，尤其是广州这个胜利点它开局是有一个1级要塞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进攻的话是会吃到一个要塞的 debuff。 我们前期的部队本来就不强，敌军在防守的情况下还是有这个堑壕加成的，我们想要强行进攻这个城市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操作就是调虎离山了。可以看到敌军防守广州的这支部队上面是有一个黄色盾牌的，这个盾牌就代表它开的是区域防卫指令。什么是区域防卫？我们这边点开一个集团军，然后在它的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域防卫指令，点击这个按钮之后，我们再随便点击一个地块，我们这支部队就会自动移动到这一片地区中，然后防守其中这6个目标。一般接受了这种指令的部队，他们会安静的待在这个胜利点上面。如果有其他敌军的部队进入这片地区，他们会从胜利点出来追击这些部队，只要开了这个指令就会自动追击，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指令来调虎离山。这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它这支部队，假装无事发生，然后把我们的部队移动到其他地区去。
这边我们先等这一轮战斗结束啊，然后我们从广州周围绕过去，把广州周围的地全给它踩了。这边就可以看到啊，它已经开始自动攻击我们周围的部队了。因为我们这些部队是调虎离山的诱饵，所以只许败不许胜啊。就算我们能完全防守住他的进攻，我们也必须后撤。只要我们后撤，他就会因为进攻的原因前进到下一格。可以注意到，在我们微操广州这边部队的同时，其他我们部队已经成功合围了敌军部队了。这时候切记不能把他们部队给击溃了啊！我们必须得停止进攻，让他恢复一点体力。如果不小心把他部队给吃掉了，我们就没有人可以刷经验了。所以这时候得先把他养着。我们可以把部队移动到敌军的后方啊，先巩固一下这个包围圈。在南宁这边可以看到，敌军有一支部队是没有绿色条的。我们部队状态上面显示的这个绿条就是组织度。没有组织度的部队是一击即溃的，但是我们没必要和他交战啊，我们可以停止部队的移动。他为什么没有组织度？是因为他在进行战略部署啊，他的部队在坐火车。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会很快移动到下一格，所以南宁是没有部队进行防守的。我们完全可以等他离开这一格之后，我们再进攻南宁。同样的，我们的部队也是可以进行战略部署的，我们只需要优先规划好路线，然后再按住 Ctrl 加 B 键啊，我们的部队它就会自动变成这个铁路状态。这个操作也是钢4比较抽象的一个地方，因为在我们移动的这条路线上面是没有铁路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战略部署的方式强行坐上火车啊。这种操作你也可以理解为强行军，因为这种状态下我们是没有组织度的，但是能快速到达我们想要的地点。这些操作做完之后，我们再让时间走几天啊。这个广州还不是很好拿，因为这边有一支部队正在向广州移动，可能这支部队离开广州之后，这支部队会代替他防守。好，我们这支部队已经假装败退到了下一格，然后他守城的部队就跟着一起出来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广州是没有人的，那我们旁边的这支部队就可以趁他不备把广州给他偷掉了。不过可惜的是，刚刚在这一格上面有一支敌军的部队，因为我们现在部队离他太远了，所以看不到了，他马上就要走到广州了，所以这次广州并不好拿。我们可以走时间看一下。好，这支部队已经走到广州了。如果我们这时候强行进攻肯定是拿不下的，所以我们要停止进攻。他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要管他，因为 AI 它也是划线的，它在划线的情况下，它部队会自动填到这些战线上面，所以它可能是填到了另一条战线上面，我们不要阻止它行动。广州这边还没处理好，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南宁。比较尴尬的是，南宁这边也有新的守军了，我们不用着急这个守军它也是填到战线上来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迂回包抄的方式让他离开南宁。这边我们这个部队先牵制住右边的部队，防止他过来增援，然后我们这支部队从下面包绕他，绕过南宁。只要我们绕过去，对面守城的部队很有可能会出来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偷城了。操作左边和中间部队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让右边的部队闲着，因为我们是来刷经验的。这边再给大家科普一个新的操作，我们先框选这两个部队，然后按住 Ctrl 键再加右键，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蓝颜色的进攻线。一般我们正常进攻线都是红色的，而这个进攻线它是蓝色的。它和红色的区别就是，当我们把这一格的部队击退之后，我们不会前进到下一格，我们把这种进攻称之为佯攻。这个操作的好处可以让我们一直进攻同一块地上的敌军，非常适合我们用来刷经验。其他几个师也是一样的操作Ctrl 加右键佯攻一下。这些指令做完之后，我们再让时间走几天，看一下敌军的变化。这次比较尴尬的是，他这几支部队因为我们占领的太快待在广州不走了，那我们就
自己走啊，他不走我走，行了吧？我们离开这片地区，它会自动夺回我们占领的地区，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偷家了。后面这支部队看看能不能从广州下方偷一下，其他部队直接撤，直接溜走。好，当我们部队撤走之后啊，他的部队也随之切换了行动啊。这支部队一看他组织度归零了，肯定是前往别的地方了。那我们啊，这个部队再立刻改换一下进攻方向。这支撤走的部队我们再调回来，这一系列操作其实就是在和 AI 博弈，这也是游戏乐趣的一环。我们这支部队重新往下进攻的话，就能牵制住他这支前往广州的部队。不过由于我们这支部队它的组织度已经几乎归零了，所以牵制不了几天啊。我们可以单独给他拉出一个集团军来，然后再给他安排一个指挥官。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个强行进攻的指令啊，看一下这个强行进攻指令的 buff 就知道了啊。在它这个第3条 buff 中写到受到的组织度损失减100%，也就是我们7天都不会掉组织度。只要我们这支部队成功阻击了对面的增援部队，我们就有时间偷取广州城了。这边再让时间走几天。好，他广州这支部队已经消失了。具体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是从广州这个港口坐船走了，所以在地面上是看不到他这支部队的。他坐船去的方向可能是海口这个港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拿下没有人的广州城了。侧面这支部队也是可以从后方进来的。当我们拿下广州城之后，可以看到2个最主要的变化，一个是这个战争面板里面敌军的投降度提高了一大截，然后就是广州城的这4个工厂直接归我们所有啊。我们的工业本来就不多，一下子给我们加了4个工厂，还是非常赚的。广州这边已经拿下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刷经验了。因为敌军都在包围圈内，所以我们刷经验是刷得很放心的。我们全部用Ctrl键开始刷。考虑到我们左边的部队偏少，我们可以再调一些部队过来帮忙直接坐火车过来。就在我们强攻南宁右边这一格时，南宁的部队还是按耐不住直接出来了。那我们调虎离山又成功了，稍微再等个几天，等他出来。好，他离开南宁之后，我们旁边的部队立刻向南宁进发，让时间再走几天。好，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功拿下了桂系的2个大的胜利点，可以安心刷经验了。目前桂系的投降进度非常的高，我们只需要再拿下桂林或者海口，它就会投降。所以这边我们不要再踩地了，我们只需要不停的操控我们周围的部队去佯攻桂系的部队就可以了。为了防止大家操作不过来，我没有特意进行2线操作。这边我们已经完美拿下桂系了，我们可以再进攻一下滇系。因为滇系比较弱，我们可以打得放松一点，随便安排一个将，然后宣战。这边战线有没有都不重要我们直接全部解除师任务，防止部队沿着战线乱跑，然后开始踩地这边直接进攻就行了。因为滇系守的都是山区，山区的话我们进攻效果很差，所以不容易打下来，可以一直在这边刷经验。这边为了增大我们刷经验的效率我们把其他所有部队全部拉过来刷经验。地图上除了我们剩余的9个师之外，还有一些傀儡国的部队，这是刚刚投降给我们的军阀，我们可以把他的部队也要过来。这边我们选中这个晋系，然后要求军队指挥权拉到最大，把他6个师要过来，然后西北三马把他的7个师要过来。我们一共从小弟这边要到了17个师，这17个师也全部调过来刷经验。
我们玩到现在不是没有目的的刷经验，是在等这个陆军经验先涨到35，涨到35之后，我们就可以点这个刺刀之锋了。这边科技的话，我们继续研究这个密集型工业啊，它能加工厂产出的，所以优先研究它。关于这个装备方面，我们也可以进行微调了，因为拿下广州这些地块之后，我们吃到了它这些地上的战略资源，所以我们钨又多了一点，我们可以全部用来造火炮。火炮是前期输出的重要手段，所以优先把火炮的工厂给它安排起来。步枪我们只需要数量够用就可以了。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经验刷取，我们总算存到了35点陆军经验。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讲本章节第3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做大编制来刷经验。首先在陆军精神中选择刺刀之锋，这个能让我们免费做步兵编制。选择完之后，我们到这个招募与部署界面，然后随便点一个创建空编制。在钢4中有一个经验获取机制，就是我们作战时宽度越大，获得的经验就越多，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些大宽度的编制。点完刺刀之锋之后，我们做步兵编制是不要花经验的，所以直接做36宽的步兵编制。当然你要做40宽也是可以的，36宽只是方便我们后面变主力啊，然后再给它点一个精英的标签啊，换一个图标方便识别一下。然后就是把我们前线的所有部队给它换编制，换成这个大宽度编制。虽然我们的步兵装备明显不够用，但是啊，不用管它，因为我们只要人在前线就行了，有没有装备无所谓。主力变完之后，侧面的这支部队也不要忘了变，全部变成最大宽度，不用考虑装备够不够。这些全部变完之后，我们进攻就已经全部是满宽在战斗了。可以看一下我们陆军经验的增长速度会变得异常的快。简单做一个统计，现在是1936年的11月25号，目前我们是 2.54 的经验值，我们让时间走一天，走到26号的晚上，我们就已经到 3.75 的经验值了，已经是刷到了这个经验值的上限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无脑刷经验的方式，导致蠢驴给这个每日能获得的经验值设置了一个上限，你每天只能刷1点多的经验值啊，不让你爆刷，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上限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军队改革，它的要求是100点经验改一次，而我们现在每天能获得1点几的经验，也就是3个月就能改一次陆军改革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慢慢的和敌军通过佯攻来进行切磋的话，我们在3月份左右就可以点下第一次军队改革。在本期教学结束之前，我再强调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是轻轻又松松的教学啊，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学会如何刷经验。至于刷将方面的话，这个没必要啊。正常我们随便打打也能把这个步兵指挥官的特质给他学会了，所以就不单独要求大家在这个开战之前刷出一个神将来了。关于刷将的操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专门做过的4倍刷将讲解，这边就不单独开一篇给大家讲了。这些操作对于新手来说实在太麻烦，学会了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先不讲。好，本期视频到这儿也差不多了。这期讲的知识点比较多，建议大家看完之后回去好好复习消化一下。今天讲的这些可都是基本功啊，如果你不会的话，玩游戏可是很累的，一定要好好琢磨一下。